虽然在周五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幅度是0.07%，那么它是一个低开之后的反弹，低开的幅度是6%左右，然后反弹上来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反弹之后，正常来说，比特币会有一定的跟随作用，跟随美股做一个反弹的动作。当我们看到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在小日线级别上，比特币没有做出小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表现了非常的一个弱势画面。那么关键一点就是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晚间美股开盘之后，能否继续上行？如果能够继续上行，那么比特币容易出现的结构是什么呢？比特币容易出现一个回补动作。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两轮的下跌出现了一个平行的收敛三角形，两个平行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在反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首先6月中旬到6月底的这轮上涨行情，上涨幅度大概是在26%左右。在这个位置出现的上涨，非常容易在后面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束之后，近焦点附近做出一个平行的一个上涨结构。但与我们预期相反的是，这轮行情在7月14日走出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走8件阴线组，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比特币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们可以看到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急速下跌，在8月17日做出了一个同前面6月15日到6月23日上涨相互平行、方向相反的一个结构。那么这里的下跌过程就对6月15日到6月23日的这轮急速上涨做了一个下跌方向的一个回补动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目前的最关键性的点位是在25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上方4到6月份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延长线的部分构成了一个两条线的支撑。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3重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产生，关键点位就在25000美金出现。25000美金也是本轮行情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最终的一个唐僧阴线达到这个位置。那么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容易做出小日线级别的反弹，但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出现小日线级别反弹，证明行情空头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我们在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6月19日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上周行情当中8月14日的这周呢，走出的这根阴线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全面绞杀。全面绞杀之后，悟空阳线被杀死了，上方就不存在8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了。所以呢，行情要重新启动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呢，大概率可能会在25000美金发生。但是如果25000美金跌破的话，我们就要反过来看行情当中，上周就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跌破25000美金之后，下方就可能有8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和上涨行情相互对称，构成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将要在25000美金跌破之后展开所以呢，行情在今晚在本周将走入最关键的多空对战时刻。也就是说，美股行情如果能够持续反弹，构成反转，甚至在区间上不断震荡的话，将会给比特币带来多头的一个趋势。那如果美股从今天晚间开始不断走弱，我们看到美股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了，如果最终呢跌破24000美金开始走弱的话，那势必带动比特币走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所以呢，本周行情将是23年最关键的一轮行情。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山寨币出现了一个弱爆了的走势在周六、周天乃至今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的多空数据显示出来的多头币种非常齐整。我们可以看当前时间点多头币种仅有BTC 档BNB 档这是4小时级别的BTC 3倍合约的空头现货BNB 的3倍合约空头现货。那么除此之外呢，只有
BLZAVA 啊，这两个山寨币种，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绝大多数的币种全部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特别是在4小时级别，几乎把我们的这个网页已经填满了。所以呢，整体行情目前非常弱势啊，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IN 高还有RUNE 这两天表现还不错之外，市场当中很少有可以参与的多头币种。那么本轮行情当中还有一个盘眼的就是 BNB。BNB 呢，我们在几周之前就给出了一个解读就认为它在这个位置上高位691美金这个位置同底部的平台位置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构建了一个长达2年的一个收敛动作。这样的收敛动作形成底部平台之后，如果一旦底部平台220美金最终跌破的话，那么向下的空间就要打开。我们看到 BNB 走的结构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初始开盘一度拉升之后做收敛结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发生反弹，再做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对称性上涨，然后急速拉升至691美金。到达691美金之后，开始高位震荡，首先是做了一个下跌，然后做一个回补动作这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总在提的一个手臂划了一道伤口之后，要立刻用另一只手因为这个手臂被划了伤口特别疼一定要用另一只手去捂住这个伤口，血止了，但还是疼，血还是渗，对吧？但是伤口得以缓解。这就相当于第一次反弹，第一次反弹完成之后，伤口还疼还流血，我们还要去医院去包扎伤口，对吧？去包扎伤口还要养伤这个过程也非常漫长，所以呢，它最终形成了一个窄的开口逐渐收窄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一旦发生跌破的话我们还会重新想到前面行情当中上涨过程当中的这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可不可能会回补呢？我认为大概率可能会发生回补，这就在几周之前我就提出了BNB 可能会到达100美金以下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50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始终处在一个筹码空缺区，这个筹码空缺区呢从来没有被K 线填补过，所以呢，这种行情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220美金跌破之后要回补到100美金，绝对是有可能到达的。虽然可能到达这个位置，但是 BNB 呢，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币种之一。因此呢，220美金下方的 BNB 听好了，极具投资价值。将步入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二部分4项战法当中的黄金坑的位置这一观点呢，我在几周之前就提到了，今天再度重申，希望大家对 BNB 的价值区间有一个重视。那这个区间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现货要补进来，甚至是低倍的多单要搞进来。那么未来如果能反弹上去的话未来在2025年大牛市一定会有这个大牛市，起码有20倍的空间，从100美金涨到2000美金我认为是大概率会发生的。这也是 K 线西游战法能够在市场当中抓住大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抓住了位置，把握了方向，做了分仓进场甚至止损，最终呢一定会获得这一轮行情牛市带给我们的丰厚的利润。那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在这里提前祝愿大家七夕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